一台机器不会慢慢死去，它会带着故障运转很久，噪音越来越大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某些功能开始失灵，但它还在转，直到某一刻，所有齿轮同时停止。你见过那种时刻吗？不是一盏灯先灭，其余跟着灭，是所有灯同时熄灭，因为每一盏都在靠别的灯供电。当其中一盏终于撑不住，整个网络在同一瞬间归零，还在运行和彻底报废之间，没有过渡地带。新潮不是在昆阳死的，昆阳只是死亡被看见的地方，机器早就停了，只不过惯性让齿轮又空转了几圈。不需要再逐条复述哪些政策失败了，币制摧毁信用，王田令动了地基又不敢动到底，五军六管养肥了中间商，饿死了两头，改名运动把行政搅成乱州。前面的故事已经讲得够清楚，但单独一项失败不致命，致命的是他们同时失败，且彼此之间失去了补偿能力。经济崩了，本该靠财政兜底，但财政已被五军六管的中间损耗掏空。财政崩了，本该靠行政收缩减少开支，但行政系统正忙着消化第三轮改名。行政崩了，本该靠基层自治维持秩序，但基层官吏1年内换了3套公文术语，2套税制格式，连本职工作都无法完成。每一个子系统都在指望别的子系统替他兜底，所有子系统同时处于透支状态，没有人兜得住任何人。然后天灾来了，天凤年间，黄河在魏郡决口，河水夺道南流，淹没河北南部与山东西部大片良田，数十万人一夜之间失去一切。这本该是一次可以应对的灾害。汉武帝时代，黄河也决过口，朝廷发动10万民夫堵住了，但那需要3样东西：钱、人、组织。此刻的新朝3样全没有，拨不出粮，调不动人，即使拨了，层层节流之后到灾民手中不胜几粒。不是某一根绳子断了，是所有绳子同时失去了张力。帝国的赈灾机制，一个古代政权最基本的危机响应系统已经不存在了。流民出现了，史书里这个词反复出现，它指离开户籍所在地，失去土地和生计的人群，先是几千，然后几万，然后几十万，从河北向南，从山东向西，从关东向四面扩散，没有目的地，走到哪里有东西吃就停，停不下来就继续走。他们最初不是反抗者，是被洪水淹了地，被瞌睡逼了命，被改制搞到无法正常耕种的普通农户，没有政治诉求，没有纲领，只有一个最原始的需求：活下去。但这里有一个临界点，它不在任何人的计划之内，却在所有崩溃中反复出现。当一群饥民聚在县城外，发现自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城里全部守卫，一个念头会自发地从人群中浮出来，不需要谁号召，不需要谁组织，数量本身就是暗示。官仓里有粮，城墙不高，守卫不多，从逃荒到破城，中间只隔一步。饥饿是动员令，人数是武器。新朝的州牧上报盗贼风起，请求增兵，朝廷派出捕盗都尉，带几百人去弹压，几百人对几万饥民。不是朝廷愚蠢，是真的没有更多兵力，军费早被别处花光了。于是地方官面对流民只剩2条路：闭门死守等他们过去，或者弃城逃跑。帝国在基层的控制里一块一块剥落，中枢的命令还在发出，但肢体已经不响应了。一个帝国能承受外敌入侵，能承受宫廷政变，但它承受不了基层不再认它，因为帝国本身就是由基层构成的。基层不在了，帝国就只是长安城里那一小块地方。天凤4年，公元17年，荆州南郡，新市人王匡、王凤聚众数百入鹿灵山，动机是活命。山里地形复杂，官军不易深入，采集野食勉强度日，没有檄文，没有旗号，没有任何政治宣言。这不是起义，是逃荒的延伸。但人越聚越多，几百变几千，几千变上万。山里不够吃就下山打县城，打下县城有官仓，有了官仓能养更多人，更多人又能打更大的城，一个自我加速的循环。没有人规划，是饥饿本身在推动。帝皇2年，山中瘟疫爆发，队伍分散，一支西入南郡称下江兵，一支北入南阳称新士兵。平陵人陈木聚众响应称平陵兵，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流民完成了军事化，分散的饥民变成了有组织能攻城略地的武装集团。3支力量在南阳河流，规模达数万，任何一个太守都无法独自应对了。但数万人能打烂一片地方，不能争天下，争天下需要另一样东西，一样他们自己造不出来的东西。几乎同一时间，东面起火，琅琊人樊崇在莒县聚众起事，吸纳饥民，迅速膨胀至数万。混战中为区分敌我，各方穿着都是破衣烂衫，看错人是常事，以赤色涂眉为忌。
赤眉军，赤眉和绿林是同一场崩溃的两种产物，但形态完全不同。绿林后来吸收了豪强和宗室力量，逐渐长出政治纲领与组织层级。赤眉始终是纯粹的机民武装，没有根据地，没有文官班底，没有明确政治目标。樊崇不识字，他的将领多数也不识字，他们能摧毁一座城，不会治理一座城，打下来抢完官仓就走，留下空城废墟。战略只有一条，吃光一个地方，移动到下一个地方。但这恰恰是最难消灭的形态，没有必须守的据点，没有可被切断的补给线，没有可被斩首的指挥中枢。官军来了就散入田间山野，官军走了就重新聚拢。到帝皇年间，赤眉主力已达10余万，覆盖青州、徐州，所过之处新朝官府瓦解殆尽。这里有一个值得停下来想的问题：一支能摧毁一切却不能重建任何东西的力量，对天下意味着什么？纯粹的熵增，它让旧秩序加速瓦解，但不提供新秩序的任何可能。它制造真空，没有权力，没有规则，没有组织的真空。真空不会永远持续，迟早有人来填。但赤眉不是那个人。北方赤眉，南方绿林，两条火线从东面和南面同时烧向关中。王莽失去的不仅是几座城，他失去的是帝国在这些地方存在过的全部痕迹。南阳，帝皇3年初，刘演、刘秀兄弟在冲陵起兵，率宗族宾客加入绿林。汉高祖9世孙，长沙定王刘发一脉，到这一代早已是普通地主，与皇室血缘远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字：刘。210年的西汉在天下沉淀下来的东西，全部浓缩在这个字里。它不是姓氏，是法统记忆，是正常世道的代名词。王莽的新朝建立在汉德已尽，新德当新的叙事上，但15年过去，百姓的日子比汉末最烂的时候还烂。天命转移那套话已经没有人信了，人心回望。帝皇3年2月，绿林诸将在南阳遇水之滨拥立宗室刘玄为帝，建元更始。刘玄性格懦弱寡断，被选中恰恰因为好控制。绿林核心将领王匡、王凤、朱伟、张昂，没人想扶一个强主，他们要的是旗帜，不是主人。但一面旗帜够了，高祖之灵，汉之社稷，不当绝嗣。这句话传出去比攻下10座城管用。他给了天下所有观望者一个理由，不是跟着流民造反，是服汉室，正天命。帝国各地的豪强、旧吏、地方实力派，许多人等的就是这面旗。对王莽而言，这比任何军事失败都更致命，因为这不是盗贼了，这是另一个皇帝，另一套天命叙事，而且是一套比他的更古老、更深入人心的叙事。他花了15年建构的新德受命，被一个字击穿。天下在遂，皇帝在干什么？各地州牧的奏报堆满案头，盗贼日众，郡县不能治，民流亡者以100万计。王莽的反应是下诏斥责地方官不能禁止捕盗，好像问题出在基层执行力不够，而不是制度本身把天下逼反了。他继续改名，天凤6年还在改地名，叛军打到南阳了，他还在纠正某个郡的名称用字是否合乎古制。然后他做了一件事，莽召公卿以下及诸生平民会者1000余人，至南郊，莽伏哭，群臣涕泣。他在南郊设坛，召集1000余名官员和太学生，伏地号哭，向上天陈述委屈。制度是对的，方向是对的，是执行的人不行，是苍天还没有显灵来帮他。他不是在演戏，他在等天回应。这个细节比任何评价都更能说明问题。一个活在文本与天命叙事里的人，面对真实世界的崩溃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文本与天命叙事里寻找答案。不是他拒绝面对现实，是他没有文本之外的认知工具。经学是他的操作系统，操作系统之外的信号他接收不到。直到更始帝建元的消息传入长安，这一刻他终于被迫切换频道，不是因为他理解了现实，是因为现实的信号终于强到了经学框架也能识别的程度。有人称帝了，天无2日，这条他读得懂。王莽做了最后一个决定，倾国之兵一次性解决。大司空王毅、司徒王询领军，大司空本长营造工程，司徒本长明正教化，2个文臣被推上统帅之位。不是不想用武将，是15年来他用人只看经学出身和理智自立。帝国的军事人才储备早已枯竭，各州郡精兵42万，对外号称100万，虎奔奔命，方术之士悉数编入，旌旗辎重千里不绝，帝国最后能搜刮到的一切全部押上。这一把没有预备队，没有第2次机会。这是王莽一生最后一次设计，一个碾压性的数字，一套完美的纸面推演。42万对数万流民，数学上不可能输。他从来不问纸面之外的问题。42万人里有多少愿意为他死？
那些被强征来的各军壮丁知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？一支大到指挥系统无法覆盖每一个单元的军队，还是不是一支军队？他不问，就像他从来不问那些更早的问题：百姓是否需要他的古制，官吏是否理解他的改革，币制是否可以靠诏书强行推行。他只问经书里写了什么，武德终始论的推演结果是什么，天意站在哪一边。42万大军南下，旌旗遮蔽原野，千里不绝。从河绝魏郡到大军南下不过3-4年，回头看这条线，天灾击穿赈灾，流民击穿郡县，武装击穿州牧，称帝击穿法统，每一步都不是外力入侵，是内部一层一层的承重墙自行碎裂。而那个设计者始终坐在最高处，面前铺着经书和星图，眼睛看着天，他设计了一切，唯独没有设计过如果我的设计全部失败了该怎么办。因为在他的系统里，这个问题不存在，天命在我，制度合骨，推演无误。如果现实不符合推演，那是现实错了。42万人是他最后的答案，不是回答天下为什么反了，是回答怎么让现实重新符合我的推演。一台机器的最后一次运算，算完之后，所有齿轮将同时停止。42万大军抵达南阳，在一座周长不过数里的小城前停了下来。城里只有不到9000人，所有人都认为这不值一提，但帝国最后的底牌将在这座城下被翻开，不是被敌人翻开，是被他自己翻开。